北戴河会议时刻很可能惊奇频出，中南海权力异动似乎说明一场更大的博弈正在暗暗展开。中美贸易瑞典一轮协议可能就会显露主题，直逼北京开放市场。川普本人已经做过呼吁，卢特尼克、贝森特也前后呼应。习近平对开放市场喊得震天响，内心是极其恐惧的。开放市场，放外资外企进来，真的那样，中共就没有存身之处了，他这个党魁的位子也就做到头了，一切都是市场说了算。共产党真的要洗洗睡了。川普现在似乎改变了打法，对北京不再那么步步紧逼了，对辉达晶片的禁令也放松了，换成了大家熟悉的交易之王的面孔。很可能他获知了中南海权力异动的走向，这时传出川习会的消息，恐怕会在10月底和11月初。那个时候北京的局势会明晰起来吗？一切传闻和谣言，谁会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谁会随风飘散？大概也会有个眉目了。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潇。港媒南华早报7月27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份不会访问中国，北京和华盛顿正在努力实现川普10月或11月的访问。这里有2种选择，川普可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之前访问中国，或者在10月30号到11月1号期间与习近平会面。APEC 峰会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韩国庆州召开。知情人士表示，川习会障碍依然没有消除，但高层官员达成了共识。近期中南海异动频繁，在贸易战烽火随时可能再起的局势下，川习会对中美两国关系意义重大。消息人士还称，本月早些时候，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吉隆坡的会晤好于预期。卢比奥与王毅会晤后告诉记者，双方强烈希望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今年晚些时候有可能举行川习会，目前有2种可能的选择。川普可以先访问中国进行双边会谈，然后再参加 APEC 峰会，或者先参加 APEC 峰会，然后前往北京。习近平上个月在一次电话中邀请川普夫妇访华，川普也并没有拒绝。川习会日期虽然还没得到美中双方官方确认，中美关系似乎出现一些缓和迹象。南华早报引述2名知情人士消息说，一个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联邦快递首席执行官瑞斯伯率领的美国高级商务代表团将于本周访华。据悉，波音高管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肯定会随团访问。一位消息人士称，预计他们将与中共官员会面，可能是为了重启商业谈判。美中双方同意贸易战休战90天，双方高层官员7月28号将在瑞典举行最新一轮经贸谈判。预计在瑞典的讨论将涵盖芬太尼危机、中国与俄罗斯和伊朗的石油交易以及 TikTok 等议题。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上周对彭博社表示，主要议题将是如何开放彼此的市场。开放市场对北京的意味与对美国的意味大不一样。对北京来说，开放市场等于是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改变则要求政治体制同步改变。中共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证实，政治体制不变，经济改革永远是隔靴搔痒。看来，这一次美中贸易瑞典一轮谈判，不只是芬太尼等具体问题，将会触及到最实质的问题。这不可能是双方高级官员所能谈成的，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会晤，那就是两国元首的会谈。目前，各国情报机构多多少少都已获悉，习近平权力发生了松动。6月2号，张家敦在福克斯新闻中转述川普总统的观点，川普担心中国内部发生了什么，从而暂缓对华高关税。川普4月对中国加征 145% 关税，5月关注稀土出口管制，态度强硬，但川普对北京的施压突然放缓，可能他已知道习近平的困境。
华尔街日报7月25号报道，在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即将在瑞典举行之际，美国总统川普日益将重心放在如何与北京方面达成一笔经济交易上，着眼于为美国企业和技术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白宫眼下正积极鼓励中国购买更多美国技术。本月取消辉达 H20 人工智能 AI 晶片对华销售禁令便是最明显的例证。此举逆转了一项旨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政策。在回应《华尔街日报》的提问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说，川普总统的第一直觉永远是外交。作为交易撮合之王，他总是希望为美国人民争取到更好的协议。凯利说，本届政府正致力于为美国农民和工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美国消费者建立安全的供应链。他补充说，中国已经恢复向美国出口稀土磁体，相关外交努力已经展开。中美高层官员目前正就川普与习近平可能举行的峰会进行商谈。一个选项是两人在10月份亚太地区领导人会议的间隙举行会晤。川普周二表示，他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与习近平会面。川普还说，美国与中国相处得很好，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目前双方都在争取更多时间，达成一项全国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他将于下周初在斯德哥尔摩与中方官员会面，商讨延长将于8月12号到期的关税休战协议。贝森特对福克斯商业新闻网表示，除了要求中方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我们希望他们开放市场。不过，习近平对改变中共以国家主导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失去这种国家主导，就是要中共放弃统治，放弃权力。但川普、卢特尼克和贝森特的话都非常明白，他们要中国开放市场，那是关系中国14亿人口的最大的事情。一个大胆的猜测就是，川普政府强大的情报系统已经获得了习近平权力不稳的情报，中南海处于巨变前夜，所以川普对辉达晶片禁令的放松，对中国关税压力的暂缓，并非想放过中共这样一个最大威胁，而是有其他考虑，比如不想把中共逼到狗急跳墙到发疯的地步，那可能就是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中共手里有核武器，全人类都会受到威胁，所以用贸易谈判缓解压力，中共可能也不会拒绝。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中方认为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期的要好，川普想要达成协议，而中共也愿意奉陪。中共内部早已按捺不住一阵阵激烈的动荡。独立时评人杜正7月27号撰文说，许家印在危机爆发后为了自保，不得不交代出其背后的支持者，接下来可能陆续让更多人落马或被贬。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7月1号的被突然免职，可能与许家印的交代有关。按广州官场人士所说，许家印交代的名单中，在蒋超良之后写着马兴瑞，在马兴瑞之后至少还牵涉现任国安部长陈一新和主政天津的陈敏尔，这两人都是习近平的浙江帮成员。如果要细查，与许家印有染的还有一大堆高官，比如在许家印被抓后，最先传出负面消息的是汪洋、胡春华和李希等3任广东省委书记。那些和许家印结交的政商大人物，恐怕都已被许家印拉下了水，只是程度不同，有的只收了点礼但没办事，有的是权钱交易，也有的是权色交易。全国各地就更多了，恒大各地分公司都基本按许交的办法去打通关节，所以整个恒大多年来实际上成为一个针对官场的围猎基地。所以说，许家印案是中共官场的燃烧弹，接下来陆续如果有更多令人惊讶的人落马或被贬，都可能和许家印有关，只是官方不便说明而已。外界观察到，北戴河会议前后将是中国经济爆发的时刻。除了许家印的官场燃烧弹，
掌握中共刀把子的重要职位正在发生变化。7月21号，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政治部主任林志峰兼任特勤局党委书记、局长，成为近3年来的第3个公安部特勤局局长。2023年7月，公安部长王小洪卸任他兼任的特勤局局长，由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王志忠接任。王志忠任特勤局局长仅2年，便由林志峰接任。公安部特勤局级别不高，却十分重要，其警卫对象是副国级高官，包括4副2高及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是仅次于中央警卫局的重点安全保卫单位。公安部特勤局3年之内接连不断换局长，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在中国问题专家网友群看来，这意味着中共最高层人事主导权发生了重大变化，掌管了枪杆子、刀把子，谁就是中共真正的老大。王志忠任公安部特勤局局长仅2年，怎么就换成了林志峰呢？这可能与2024年以来习近平军权大大削弱有关，其直接后果是习军中人事大权、党内人事大权相继被削弱。那么提拔重用林志峰任公安局特勤局局长的人是谁呢？这很可能与张幼霞及其背后势力的安排有关。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